洪长青知道叶晨有意捉弄自己，但此时的内心深处也不敢有任何忤逆与不满，只能硬着头皮陪笑道：谢谢叶大师，谢谢叶大师。对他来说，修为退步到4星武者简直就是灭顶之灾，现在叶晨愿意给自己先恢复到6星武者的水平，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，自己也不能操之过急，只能等将来好好表现，争取修为早日恢复。叶晨先前是用灵气封住了洪长青的4条经脉，对他来说不过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，但这种封印对洪长青来说绝对是无法突破的天堑，所以叶晨此时也只是微微挥了挥手，便轻松将他2条被封住的经脉重新打通。洪长青瞬间便感觉到了经脉的畅通，终于松了口气，随即毕恭毕敬地鞠躬说道：谢谢叶大师。这时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，洪长青道：叶大师，想来是属下的徒儿来了，您稍等片刻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洪长青便赶忙来到门口将房门打开。此时身材高挑一身道袍的龙思琪正站在房门外，见到洪长青，恭敬地说道：师尊。洪长青闪过身来说道：来，思琪，快进来，为师给你介绍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师。大师？龙思琪有些惊讶，他一直没想明白，师尊把自己大老远从美国叫过来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听闻师尊要给自己介绍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师，龙思琪心中更是疑惑，莫非这就是师尊叫自己来金陵的缘故吗？疑惑中，他跟着洪长青走进房间，在套房的客厅里，他见到了沙发上坐着的叶晨，而一旁的洪长青则是满脸恭敬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大师，这位便是属下的亲传大弟子龙思琪。说罢，他又看向龙思琪，开口道：思琪，这位是叶晨叶大师。叶大师年轻有为，实力强大，实乃为师这么多年来所见的最强者。龙思琪今年30岁，比叶晨还年长2岁，只是常年修炼武道的缘故，龙思琪的脸上还看不出30岁女人的痕迹，她更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运动员，视觉年龄并不算大，不过却又给人一种成熟女人特有的美感。叶晨在打量龙思琪，龙思琪也在打量叶晨。他听到师尊的介绍，心中十分疑惑。他知道自己这个师尊心气很高，尤其是这些年他洪天师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眼界也就变得更高。一般这种眼界高的人是很难承认别人优秀的，可是师尊介绍叶晨的那番话，不只是承认了叶晨优秀，甚至还有些奉承之意，这就让龙思琪有些无法理解了。叶晨对龙思琪微笑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龙思琪心里虽然惊讶，但还是非常客气地开口道：叶先生您好。一旁的洪长青连忙说道：思琪，要叫叶大师。龙思琪微微一愣，他虽然看不出叶晨的修为，但是能看出叶晨的年纪应该比他还要略小一些，让他管一个比他还小的男生叫大师，他心里自然是有些不太情愿。于是他便对洪长青说道：师尊，我看叶先生与我年纪相仿，我们年轻人之间还是不要叫得这么老气了。洪长青不免有些惶恐地说道：思琪，不得怠慢了叶大师。龙思琪也有些赌气，开口道：师尊，您愿意叫什么是您的自由，反过来我也一样。洪长青不禁责怪道：思琪，不得无礼。叶晨这时笑着说道：洪天师，龙小姐说的没错，这种事情本就是个新个叫，你又何苦勉强龙小姐？洪长青讪笑一声，连忙道：叶大师您说的对，那就个新个叫吧。一旁的龙思琪见自己的师尊一直这么低三下四的，心里惊讶之余也多少有些不满。在他眼中，师尊一直都是很有气节的，而且他也一直觉得师尊作为太真道的掌门，也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气场，有些时候外人看着冷傲一些也很正常。而在他的印象里，以前师尊确实把那种世外高人的范儿拿捏得很到位，可是这次也不知师尊在金陵到底吃错了什么药，为什么会对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如此卑躬屈膝。
龙思齐7、8岁就已经拜入太真道，对太真道的感情非常深厚。眼见师尊在邺城如此卑微，便感觉连同太真道的形象都被他给拉低了不少，心中便更是看不过去。于是他便有些不悦地开口说道：“师尊，您大老远让我过来，究竟有什么事情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洪长青笑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说着，洪长青立刻看着龙思齐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思齐，为师也不跟你卖关子了，为师这次让你过来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那便是为师已经决定，即刻便将太真道掌门之位传于你，以后太真道就由你来领导，希望你能够带领太真道再创辉煌。”龙思齐震惊无比地说道：“什么？师尊，您现在就要传位给我？”“对。”洪长青笃定地说道，“为师这次叫你过来，就是要在这里，在叶大师的见证下，将掌门之位传给你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龙思齐不解地问道。“按照太真道以往的惯例，您至少也要10年之后再传位给我吧？而且我现在资历尚浅，现在就接任也无法服众啊，还请师尊三思。”洪长青摆了摆手：“你说的惯例只是一种巧合，太真道从来没有规定掌门需要在多少岁之后才能让位，也没说新掌门要在多少岁之后才能继位。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了。”龙思齐追问道：“师尊，您这么着急传位做什么啊？若是传位给弟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打算？是准备回去闭关修炼吗？”洪长青摇头说道：“为师打算以后就在金陵定居了。”“在金陵定居？”龙思齐瞠目结舌地问道：“您为什么要在金陵定居？难道太真道的事情您以后就不过问了吗？”洪长青认真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把掌门之位传给你，我自然就不再过问太真道的一切事宜了。有你执掌太真道，为师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龙思齐抿了抿嘴，盯着洪长青问道：“师尊，弟子想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定居金陵？若是您不能给弟子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弟子拒绝接受掌门的位子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